腾讯娱乐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艺兴。这张专辑我确实用了很多的心血，在专辑出来前1个月，还在换里面的就是还在，因为我希望的就是，我就算一张专辑的歌已经定下来了，不到出专辑的最后那一刻，我的歌随时有可能会被替换下来。原因就是我觉得我在一直写歌的过程中，一直在做音乐的过程中，总是会有那么一些音乐，它会有一些更新，会有一些sound 会比那个以前的音乐的 sound 会更加新颖一点，会让人觉得哦这个更帅，这个更让我能觉得耳目一新。那我会考虑整张专辑的风格，考虑整张专辑那个融会贯通的故事跟效果，看能不能把这首歌放到那边去。这个我一直在考究，然后在专辑出之前的1个月换了一首歌。对，其实 Relax 以前被替换那首歌叫做《星空飞行》，对，但是那首歌被替换下来了，就因为我觉得 Relax 那首歌更加符合整张专辑的收尾，还有一个符合就是现代听众可能压力比较大，有时候在听完电子或者是在听完一种 hip hop 的时候，需要这种抒情歌来缓，但又不能纯抒情，因为纯抒情又跟 Lose Control 给冲了，所以这都是有讲究的。然后整个每一首歌它连起来是一句话嘛，当世界因为音乐失控以后 ，What's your need？ 今晚很想你，很想你，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 relax。所以就做出这张专辑，所以真的很用心，包括那个时候做编曲，每一首歌的编曲至少超过3个晚上。到后面就是要精益求精的去把它编曲的时候，还会问以前我编曲老师的意见，怎么去编，它会让别人觉得这首歌更加不一样。会问，完了以后自己也会努力去改去做，到最后的混音的时候，坐在那个混音老师旁边跟他说，我想要的 balance， 我想要的这个平衡，音乐的整个音量的平衡，哪个音乐的哪个是 main， 哪个是主要的，而哪个是 sub， 就帮助他来辅助的。那这些东西全部要跟老师说清楚，然后在调的时候调完了，那轨道的轨道的整个混音就完成了，对吧？而每一首歌的轨道大概20-30轨，而现在我们做音乐啊。现在做音乐慢慢轨道已经慢慢就减少了，但是当时我们在做那个音乐的时候，轨道还是有蛮多，大概还是有几十轨。那每一条轨道的只是轨道混音混好了以后，马上就是要人声的录音了。人声录音完了以后，因为人声录音会有很多 ad-lib 和 cross 那种就唱和声的部分，一些全部录完了以后，还要写和声的声部。和声的声部，因为我不在行，我还得要麻烦别人去说，我这样的和声在这里面是不是合理的，是不是不会打架的？因为和声也有一个就是合理跟不打架嘛，对，还有一个和谐，对，所以还要去询问别人。问完以后，录完 demo， 然后还要录正式的录音。那么录音1天6个小时，还只能录到一首歌的一半；2天12个小时，可能能够录完整首，还需要1天去修正所有的不一样的我的音乐声音的瑕疵，这只在声音，因为轨道我们的已经处理完了，轨道跟声音全部做完了，录音全部做完以后 ，OK， 全部放在一起，一首歌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一首歌曲 ，mastering， 哇，那个真的搞死人了我的天呐，就是一张专辑1天睡不了觉，想的，因为你要想我在负责所有这一块，因为最后因为我不可能每一块都参与，因为我已经参与编曲作曲了。作词我也在把所有的词还有融会贯通，然后我还在把它改修，因为我唱的 demo， 那 demo 有时候词会不对嘛，我还会把词给它删下来。负责这么多情况下面，我还要负责说专辑的那个怎么拍 music video， 想要哪些镜头应该怎么拍，去跟导演沟通。到最后 music video 出来的那一刹那，跟导演还在那里说我不跟他开玩笑，专辑那个 music video 出来的那1个礼拜。每天晚上就是跟导演来说，我要的这个38秒到42秒的时候，我希望把这一块截下来以后，那个38到42是4秒哈，在这4秒里面，我们换的那几个镜头全部删掉，用跳舞镜头贴上来，然后跳舞镜头这个底下的 under 的镜头跟上面的那个镜头全部要交换，这样的来交换，跟导演在聊，再说1个礼拜就搞这事。对，而且包括到后来那个 photo team， 就是那些相片，所有我把照片照完了，对吧？我还要拍摄，
完了以后我把相片照完了以后，我要跟那些 photo team 的人说哪一张做 album 的封面。我的整个 album 的设计，因为我设计了我一个半边的侧脸，看着那个地球嘛。那个地球选哪个？因为要买那样的素材嘛，因为你要做的话买那样的素材，那样的素材的话，不是你想用就可以用，而且有很多，你得选择哪一个更适合你。比方说，我需要的是一个比较有阴暗面的这样的一个地球 ，OK， 那就要得找。那这个它有可能卖，也可能不卖，对吧？我们看到的图片，对吧？也有可能有人已经有使用权了。要去聊完了以后，每一个照片的选择，在这张照片选择的意义跟目的是什么，就要跟他们开会，哇，没得睡，就脑子里面就闭上眼睛睡不着，就是每天一想就是2个小时吧，顶多2个小时就醒来就是想着怎么搞音乐。这真的，因为是自己的东西，真的所有东西都是自己全程参与的，你根本没办法，这是真的是自己的孩子啊，真的是没有办法自己说可以放下心来的那种，你知道吗？我不用睡觉没关系，别人要睡觉。这不是别人的孩子，你知道吗？但我就要，因为我要想着我所有的东西，这个跟那个这个，只要有不睡觉的人，只要有哪一块，不管是 visual 的那个 team 的沟通，或者是 photo 的 team 的沟通，或者是编曲 team 的沟通 ，mix team 的沟通 music video team 的沟通，所有的还有 dance 的老师的沟通。所有的人沟通我都参与，只要有一个人不睡觉，我晚上就不会睡觉，我就会跟他们沟通。我说，哎，我希望这个是那个，那个是这个，这样。第一张专辑更多的是一种尝试，是一种，走出第一步嘛。所有的事情都应该迈出第一步，才会有第2步、第3步、第4步嘛。那第一步的开始，大家给我戴了一个大高帽，就是不管怎么样，然后，但是我是为了这一切，我是真的是在倾尽我所有的全力去在做，但是在过程中间，我发现因为学习，因为不管是拍电影、拍电视剧，还是做音乐，因为我的学习的时间少了，我音乐的制作的效果跟量也就在减少，这是我比较担心的。我挺想学东西的，但是最近学电影啊、电视剧的比较多，你知道吗？因为一直在接触这方面嘛，音乐的相对减少很多，但是我一直在努力的去做。需要更多时间去学习，因为真的，这不学习你就不进则退，真的。第2张专辑它的风格比较强烈一点，非常强烈的风格，是准备的挺好的，对，还需要点时间。歌曲的编曲已经都出来了，但是还没混音，但是编曲已经都出来了，然后整个模式还都不错，跟整个想法跟概念 list 还都不错，但是还有一首歌还在磨，送给粉丝的歌，我个人觉得还蛮牛掰的。注意啊，不是好听啊，是牛掰啊。就是演戏的是，反正不同的那个人物角色让你去进入，完了以后感受不同人物故事，然后不是大家都说演戏最重要什么信念感吗？就你得去相信自己是他，完了去做嘛。我也是这样做的，就我相信自己是他，然后我会在有一些情感爆发的时候，会抽出自己一些不堪回首，就是抽出自己一些就是回首会比较容易让自己爆发的一些情绪会去做，对，有可能也不那么准确了，但慢慢学习吧。对，信念感慢慢的越来越强了吧，就可以说，哎，我能相信我是在这个环境里面，哎，我是这个人，哎，我就是这个人。对，但是拍完以后自己再看，还是会有时候会跳。对，但是有哪一天如果我看了我自己不跳的时候，也有可能自己太熟悉自己，也有可能。对。他有一点跟我比较相似，就是大家都在初高中的时候，就是喜欢一个女孩，可能不好意思表达，说不出来嘛，什么想各种办法嘛。每次想说没说出来嘛，就总是一想说到一关键节点上，总是会出一些篓子嘛。不管是哥们捅篓子还是自己捅篓子，反正要捅一些篓子出来嘛，这还挺像的。但是你说那些桥段，我觉得这还得考究啊，就我不知道。对，这个角色，我觉得就是每个人的表达跟表现方式不一样，不能说容易跟不容易，什么东西都不容易嘛，所以还得多多揣摩，但是肯定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也希望大家一起来，就是大家一起来观看完了以后，给出一些诚恳的意见。
想对你说。没事的时候我就跟志林哥说我想演杀手，然后志林哥说好，我让你演杀手。我说好，然后我就跟他说没事，我就喜欢举起枪在他面前，不是指着他哈，就是突然他在这演戏，突然后面就一把枪这样缓缓的进来。哎呀，没有，就是因为在等嘛，在等的时候就开这种玩笑。自己哈没想过自己能做这样，所以觉得还不错。他当然还得努力哈，肯定还不够，然后得努力，更加努力。对，反正我就是做好自己，努力再努力。大家好，我是张艺兴，求婚大作战腾讯视频全网独播，跟小赖学长一起重返校园，修正青春吧！我在腾讯视频等你哦。